摘下脖子上的金球，然后使尽力气扔向了卧轨自杀的男人。火车呼啸而过，他被吓得转过身去。风平浪静之后，男人已经完好无损地坐到了对面。他的举动就吓了一名落魄诗人，但也为自己迎来杀身之祸。他就是屈梦，被封在蓬莱广场的雕塑下20多年，也是高峰苦苦寻找的亲生母亲。当时的滨川江面上，一条豪华游轮在这里日夜笙歌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徐鹏和吴国豪从体制内下海经商。他们抓住当年监管的漏洞，以国际俱乐部的名义，为自己搭建了一个隐秘的犯罪帝国。他们几乎干遍了所有黑产，为日后的蓬莱集团积累了雄厚财富。屈梦的美貌和嗓音迅速脱颖而出，可本以为能在这里上演绝世风华，却没想到在这份光鲜背后，藏满了不堪入目的罪恶与肮脏。杨文远是一名兼具良知和浪漫的报社记者，自从被屈梦救下后，便对这个身处泥沼的女人一见钟情。他按照金球的信息来到俱乐部，一眼就看到了心中的女神。让我喝一个。你别瞎摸。喝一个。怎么了？要不然快走，杀了！走啊！两人的相遇充满了影视剧中的浪漫，在走投无路之际，屈梦私自将杨文远藏进了化妆间。穆克原主，就为还这个，在这儿等着吧，还能睡上一觉。明天早上6点我会下班，到时候接你出去。杨文远穿上服务生的衣服，暂时蒙混过关，但他并没有放弃。第二天就又来到了这里，他发现码头停着无数豪车，但车牌都被一块黑布遮挡。出于记者的本能，他抄下了所有车牌号。然而这一幕被一个女人看了个清楚，她叫红月，是俱乐部的领班，也是吴国豪的情人，即是屈梦的引路者，也是为他报仇的核心线索。但此时的他一心为了俱乐部着想，于是便派了一名胖舞女暗中接触，以屈梦的名义将杨文远请到了船上。他惊讶地发现，对方的胸前也带着一只金球。这个球就是带着好看，就跟那些有派头的人都穿西装一样。我都看到了。可杨文远早就发现这些金球是抽奖用的，但此时的他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他接过胖舞女递来的金球，看着吴国豪站在舞台上，大声宣布今天的特别奖。金球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杨文远被搞得不知所措，而今晚的特别奖是和屈梦合唱一首。四目相对之下，才知道中了红月的圈套。作为屈梦的上级，他自认为光芒总是少了半分，于是便趁着天赐良机，既摆了屈梦一道，也暂时藏住了金球的秘密。可杨文远不会唱歌，情急之下，他朗诵了刚为曲梦做的新诗。虽然最后赢得了雷霆般的掌声，但也意味着事态就此升级。念诗搞得挺新鲜的，这个人应该没摸到门道，随便给点钱打发就算了。钱是那么好挣的吗？消费了吗？就闹场子？徐鹏大发雷霆，显然舞女身上的金球有着不为人知的作用。杨文远自然弄不明白，但也并没有离开。他先是来到化妆间，这里大门紧锁，于是又来到了隔壁，这里灯光昏暗，他不停地摸索，突然看到胖舞女直挺挺地躺在床上。他也做梦？滚蛋！你们是被逼的。快走！杨文远及时离开了房间，躲在门外细细观察。这时一个男人突然出现，他这才知道这些金球的真正作用。抽奖确实没错，但每个金球背后的奖品竟是他们自己。杨文远毫不犹豫地来到派出所，可正要进门的时候被屈梦拦下。俱乐部已经被查了多少次，但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真话，其原因就是徐鹏背后的可怕势力。事实也不出所料，吴国豪和红月正在不远处监视二人的一举一动。走不走啊你？同志，有什么事吗？终于惊动了值班民警，在杨文远纠结的内心下，屈梦送上了一个拥抱，事态暂时得到了控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并非头脑一热的相拥，而是在见过黑暗之后，心中仅剩的那点惺惺相惜。爱上啊！